各位同学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MySQL 资料库基本的语法。MySQL 的常用的指令，我们介绍了 MySQL 资料库、资料表，还有使用查询常用的指令。那建立资料库，当你要建立资料库的时候，MySQL 会创建一个资料库。那你执行后的结果的话 ，MySQL 会回传这个讯息，类似查询 OK 的讯息，表示资料库已经成功建立了。如果资料库已经存在的话，你没有使用一些判断的条件指令的话 ，MySQL 会回传这种错误的讯息。那如果你希望避免这些资料库存在的错误，可以建立这个资料库指令更改这些判断条件的指令来建立资料库。那这样的话，如果资料库已经存在的话，指令就会成功执行，也不会报错。那删除资料库当你要执行删除一个资料库时 ，MySQL 会删除一个资料库，执行后的结果 ，MySQL 会回传查询 OK 的讯息，表示资料库已被删除。那这样的删除这样资料库的话，所回传的资料，所有的资料表跟它的资料，如果资料库不存在的话 ，MySQL 就会回传错误的讯息。那如果要避免这样一个资料库不存在的错误的讯息，可以使用判断的一些条件指令来删除资料库。即使资料库不存在的话，指令执行成功也不会报错。那在查询资料库的清单当你要执行查询资料库的时候 ，MySQL 的话可以列出当前的伺服器可用的资料库。那执行后的话会显示资料库的清单。在图中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列代表一个资料库的名称。那清单中的话有每一个系统的资料库。这有 MySQL 的预设的系统资料库，包含你要显示你自己建立的资料库。当你使用的指定的资料库的时候 ，MySQL 的话有当前操作的环境切换这个资料库。然后呢，这样的话，后续的 SQL 的指令的话，在资料库中执行，然后呢，可以成功切换到资料库。如果资料库存在的话 ，MySQL 切换成资料库的话，会有成功的讯息，代表已经成功切换到指定的资料库。那如果切换的资料库不存在的话 ，MySQL 就会回传错误的讯息。那这个指令的话，不会改变资料和结构，但它会设定操作环境，以便于下达指令的时候，来知道作用在哪个资料库。那在建立资料表，当你在建立执行资料表的指令的时候 ，MySQL 的话会在当前的资料库建立一个员工的资料表。那建立 ID 的栏位还有这个栏位的类型为整数。它启动自动递增。那每一次的那个新增的资料的话，自动增加。这样是通常作为资料的识别码。那设定 ID 栏位为主键。那确保每一个 ID 是唯一的，然后可以快速的查询管理。那建立或修改资料表，接着我们在姓名里面的栏位可以根据资料的需求增加指定需要的资料的储存格式，就像姓名用字串储存，薪水的话用十进位的数字来储存。那可以根据新增的栏位来增加输入的那个类型来修改指令，然后这个指令的话可以增加一个电话栏位的资料表。建立资料表设定一个 ID 栏位为主键，然后确保每一个 ID 为唯一的然后可以快速查询跟管理。在建立这个资料表里面的话，MySQL 的话会回传 OK 的讯息，代表资料表里面已经成功的建立。如果资料表已经存在的话 ，MySQL 就会回传错误。那删除资料表，当你执行这个删除资料表的时候的指令 ，MySQL 会删除员工的资料表。那执行后的结果可能会有两种的状况。一个是员工他资料表已经存在 ，MySQL 会回传讯息查询 OK， 代表资料表已经删除 OK， 这是永久删除员工的资料表与所有资料。如果员工的资料表不存在 ，MySQL 会回传错误的讯息。那为了避免这个资料表不存在的报错的部分，我们可以加入判断的条件，然后让这些资料表的部分不存在的话，可以成功执行，不会报错。那在资料表的数据修改
那你可以执行这样的指令，可以指定你要插入的栏位。那这个栏位的名称必须和资料表里面的结构要一致。如果栏位的资料表的话，它的结构是匹配的，那 MySQL 会回传查询 OK 的讯息，代表2笔资料已经成功的插入进去了。那如果栏位不正确的话 ，MySQL 就会回传错误的讯息。那在资料表里面数据的修改，那这个指令的话是从员工的资料表中删除数据。那指令的条件的部分的话是设定 ID 为4的数据被删除。如果 ID 等于4的数据存在的话， MySQL 会回传查询 OK 的讯息，但代表说资料表已经成功把数据删除掉了。如果 ID 等于4的话的数据不存在，那 MySQL 也会回传那个查询 OK 的讯息，代表没有符合的数据但尚未删除任何数据。那查询资料表的表单或结构，那在输入查询这个资料表的指令 ，MySQL 会回传当前的资料库所有的资料清单。输入查询的表的话的结构指令 ，MySQL 会显示员工表里面的结构，包含的栏位名称啊，还有资料类型，还有是否允许空值，还有组件等资讯。那我们使用 Slate 的查询资料，在资料库里面的操作，那个查询资料是最常用的语法之一，它可以筛选、显示特定的栏位跟记录。那我们可以使用资料的话进行下一个分析。那我们在接下来的简报的话，会逐步的去介绍查询指令的基本的用法跟常见的 SQL 的基本的语句，来掌握查询的核心的概念。那 SQL 的基本的语句，那这边有平均值的函式的用途，是用于计算指定的栏位的平均值，然后呢是用于在我们需要找出数值的资料的平均水准的使用，然后有平均的薪水、平均的分数，然后计算的那个函式的部分的话呢，可以查询计算结果中的记录总数。那这个函式可以计算特定的栏位非空值的数量，还有计算整个表里面的记录的数量。那 SQL 基本语句里面的话，还有最大值的函式，作用是找出指定栏位中的最大值，是用于数值中找到最高薪水，还有最大的订单的这个情况下，还有最大的数值里面的话，有日期，找出近期的日期，还有最新的时间点，还有总和的函式，它来计算特定栏位的总和，非常适合计算累积金额、销售总额，还有工时。那在 SQL 里面的基础的语句里面的话，我们会常看到的就是格式化的函式，它可以格式化数值或日期。那资料的话更有可读性。通常的话，这些函式的话有数值的栏位，可以设定小数点啊，或者是签号的逗号，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它整齐啊、清洁，然后用于报表这边呈现数据。那使用者的话，更加容易解读这个资料。那查询的基本用法，那根据我们之前所建立的资料表，我们可以做出下面的搜寻的范例。在查询员工的资料表内的话的所有资料，这条的语句的部分的作用是在员工表里面检索出所有记录的栏位资料。那这样的语句适合我们在查询整个表里面的内容的使用。那查询员工的资料表里面的话，薪水如果大于5万的话，所有的员工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用会有这个条件来筛选数据。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数据里面的话查到有大于5万的员工的资料，那也有符合条件的部分，就会快速筛选出大于5万高薪的员工。那员工的资料表里面的话，也有最高的一笔资料。那我们可以透过会有条件的话，用只查询的部分，它透过计算出最高薪水的部分，那我们可以从最高薪水跟那个主查询部分的栏位做匹配，然后找到最高员工的记录。那在查询基本语法中，我们也会常用到计算薪水的平均值，来过滤异常值。
那这些查询语句里面的话，员工的薪水的话有平均的薪水，但是因为也有一些可能会记录是一些异常值或是负值的记录，这些数据的话会造成那个平均值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确保这些资料的话，我们加上一些条件来计算这个薪水大于0，那避免那个异常值的干扰来过滤特定的数据那这个数据的话是比较可靠可用的。第二种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like 这个语法来查询那个异常值我们可以依赖着数值过滤的方法，用 like 的部分的语法查询异常的薪水。这样的话，透过字串的一个匹配的部分来识别异常值然后找出不适当的一些数字的具体的部分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异常值的部分做移除的动作隔离的动作那在第三种的话，就是员工的话的资料表里面，我们会找寻不重复的姓氏。那这些不同姓氏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语句的话，反复每个不同的姓氏的一次然后呢不显示这个重复的记录。那这样的话，可以查询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询资料表的唯一性然后也可以试着查询资料中有一个独特的分类的部分。那 MySQL 的话指令的补充那除了以上的说明的指令外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指令就不一一的叙述了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询到其他的 SQL 语法进行练习。我们这个章节就是介绍 MySQL 的资料库基本语法感谢你的聆听。